现在这个年代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人人都在用 AI， 连小狗都想咬一口。不过也难怪了，照现在这样发展 ，AI 就要无所不能了。它既能手把手教你修掉家里坏掉的烤箱，还能帮你规划投资。但 AI 可以做的远不止这些。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要来 explore 怎么用 AI 帮我们更了解自己，更短时间搞到钱，还要 figure out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在我现实的生活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用 AI 回答我刚刚以上说的那些问题，甚至有一些人会把 AI 当做自己的私人心理医生，这个也包括我自己。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有超过50%的 ChatGPT 的用户都在悄悄地向 AI 咨询关于个人生活的私密建议，但神奇的是，表面上大家都不聊这个事儿。大概半年前吧， AI 有个很火的 search， 就是这句：基于你对我的了解，你认为我最大的盲点是什么？还有他们是怎么阻碍我发展的？请给我举3个最重要的例子。咱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最有兴趣的就是2件事儿，一个是我还差多少钱才能财富自由，另外一部分在 wonder FIRE 是不是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 FIRE 以后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咱们就用这个 GPT 很火的 prompt phrase， 加上我们观众最有兴趣的这个 topic 来更了解一下自己。我就用我本身的情况来做例子，跟 AI 对话，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找到答案的。先从比较 high level 的 prompt 开始，基于你对我的了解，以及我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的看法，还有我的投资啊、存款的情况，你觉得我追求 FIRE 是为了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是我只是在逃避，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之前 TPM 的职位？请帮我进行深度切入，用第一原理来剖析。我们来看看它的答案。首先他先 recognize 了我一下，说我非常有勇气，然后跳出社会的轨道，我愿意去看一下自己的内心。他把我的问题拆成3个核心本质，一个是自由的定义，一个是驱动力的能量性，和一个是当前的实际行为。第一个，从自由的第一原理，我是逃避还是追求？他给了我一个哲学家提过的自由的2个维度，一个是消极自由，一个是积极自由。剖析我的 TPM 的经历，我的工作本质是用高额的精力带宽去交换确定性，对齐跨部门的利益啊，追赶 deadline 啊，在很多不确定性中理出头绪。他说，当我感到讨厌 TPM 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说我讨厌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我对精神带宽的无止压榨，以及在大厂这个体制个人掌控感的丧失。很对，我绝对是一个非常需要掌控感的人。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吧 ，Some people more than other。我了解我自己，就是越有掌控感，我就会越 feel secure， 然后 security 是我的 foundation。所以我经常会想要逃避。如果我 fire 了是为了不再开会，不再写周报，那确实是有逃避的消极成分。现在来剖析一下我的现实行为，判断一个人逃避还是追求，最核心的推导依据是：当你拿到时间和空间的掌控权后，你在做什么？一个纯粹的逃避的人，在职场离开之后，会陷入长期的虚无或者报复性消费娱乐。但是我并没有，他还挺懂我，他知道我并没有。从第2个角度分析我行为的本质推导，我用自由交换了什么？钱是工具，时间是资产，而行为是内心真实价值观的投射。所以我们来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拼图，我的核心行为，我的底层需求，还有我到底是逃避还是追求。目前我在经营2个 YouTube 频道，一个是他居然把我的频道改名了，叫搞钱日记。我不是只是搞钱，我是成长日记 The Growth Journal。还有一个我的频道叫 Ariel Shell， 就是我喜欢开着我的房车远行，然后去各种地方玩。这个摄影的我的底层需求是我喜欢追求极简主义和自然的连接，还有对生活空间的绝对掌控权。因为房车很小，所以很容易掌控。然后这个也是追求，不是逃避。这个 van life 生活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规划能力，还有孤独的承受力，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对，确实是需要孤独的承受力。我最近去的那个 Sequoia National Park 去看那个世界上 volume 最大的那棵树，去的整个路上，我发现我是唯一一个就我一个人去的人。其他都是 groups， 最少2个人，很多都是大的 group。然后我们排队就跟那个树照相。I notice 我是唯一的一个人，但是我其实觉得挺好的，也挺自由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孤独的感觉。OK， 然后我的第3个核心行为就是我要照顾我的3只高龄爱犬 Bobby、亮亮、团团。那这个底层设应的我是有责任、有深度的情感连接的。然后这也是一个追求，不是一个逃避，因为这个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和耐心的一个主动承载。最后一个我在做的事情就是硬核的财务和资产管理。为了追求确定性、安全性，还有对生活有底气，所以这个是我的基石。这个是说明我不只是一个 fire 脑子热的，基于我的 double E 背景的一个精密计算后的理性撤退。所以他给我的最终结论是我不是在逃避，我是在进行能量的重新配置。讨厌 TPM 的工作是一个催化剂，但过上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是我整个 FIRE 的架构的底层驱动力 Core Engine。 我追求 FIRE 是为了夺回我的注意力主权，然后用来做我自己的投资，改装我的车，陪伴我的宠物，用视频来记录人生，探索世界。我很喜欢他给我的答案，他最后给了我一个提问，他说如果在未来的自媒体创作或者投资中，你再次遇到类似 TPM 工作中那种需要搞定复杂对接、处理高压是不确定的时刻，这一次是为了你自己的频道和资产，你的内心会不会感到更兴奋，还是会有同样的排斥感？其实这个答案我是知道的，因为我现在或者之前的这没有工作的2年，我都有面对过这种不确定性，然后我觉得我是兴奋的，因为我知道 everything I'm working for here is towards something entirely my own， 我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有 full control over， 我很开心。我要连环问他，顺便你认为我最大的盲点是什么？他们是怎么阻碍我的发展的？然后给我举例前3个最重要的例子，看他怎么回答。OK， 他说要找出你最大的盲点，我们必须站在第一原理和工程思维的角度，脱掉安慰这些东西，找出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的地方。他还夸了我一把，说了我的各种背景经验，还有我的核心优势。但是这个又是构成了我最大的盲点。他说基于我的生活状态、创作方向还有转型期，以下是3个底层盲点，还有他们是怎么阻碍我的发展。盲点1是我过度追求系统的掌控感，导致难以承载自媒体算法的混沌。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以前的职业 TPM 的职位是消灭不确定性，建立流程，让一切卡在 deadline 上，所以我很严谨，有确定性思维。但是这个就会阻碍我的 YouTube 创作，因为自媒体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混沌、非线性，甚至带有玄学色彩的系统。算法是黑盒，观众的注意力是流动的，所以我每次把一个高投入、高确定性产出的一个工程思维套在我的内容创作的时候，盲点就会出现。如果我的视频我是精心策划、剪辑 high output， 但是因为算法让我的播放量不好，这种失控感会给我巨大的精神内耗。他太懂我了 ，as absolutely true。然后它会阻碍我更大胆、更随性的直觉的创作尝试，会让我陷入一个我都做对了，但是为什么数据就是不好的焦虑中。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做 YouTube fail 然后 give up 的主要原因。这次为什么我还没有放弃？经常很多视频就没有 perform 的很好，但是我还是愿意 keep going， 因为 I think I cut myself a break now， 就是我没有把自己压得那么紧，我一定要有多好的反响才代表我不让外界来 value 我了，或者是不纯粹靠外界来 give me my own self-worth for what I produce， 应该是这种感觉。盲点2，习惯了单兵作战的极致效率，导致难以构建杠杆放大效应。他说的全部都卡在我自己大概知道我的 Yeah, I see those too。 然后我习惯了只要我想学我自己就能干好的这个想法。他太了解我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是阻碍我的。个人能力强大会让你无意识中拒绝杠杆，比如说团队外包协作。在 FIRE 的前期，单兵作战效率是最高的，因为没有内耗。但是如果我想要把我2个 YouTube 频道都做大，还要管我这么多投资，我的精力和时间就成了瓶颈。他说我潜意识里面总是觉得别人做的不如我好，不如我靠谱，所以我会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剪辑、调色，还有繁琐的物业、微小、日常低杠杆的事物上，防止了我走更大、更轻松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由。That's pretty true。 我的盲点3，他说我是高敏锐度的风险规避倾向，所以可能会让我错失一些风险带来的大收益。这个盲点会阻碍我去尝试那些看似不够稳妥，但是可以带来爆发式增长的机会。比如说更激进的内容选题、突破性的商业合作，还有生活体验这些。
总结就是，你现在的挑战不再是通过努力和自律去达成目标，而是如何容忍混乱，如何放手，如何接受甚至享受适度的冒险带来的刺激。有一说一，我觉得他还是挺懂我的。除了我刚才用的这个综合性版本，我们也可以去对这个 System Prompt 做出几个改变。比如我可以直接问他，基于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正在白白浪费掉自己哪方面的潜力和才华？他说我第一个浪费的是金钱杠杆和顶级甲方整合的才华。比如说我的房车改得非常好，也很漂亮啊，我对高品质审美是有一定的视角的，但是我却在表达上刻意向下兼容，或者是保持安全距离。我浪费的是可以去接洽高端生活品牌的审美的商业领袖潜能。是说得很准，这方面我确实是有点懒，我甚至有考虑过要去推出一些 merch， 因为 YouTuber 不是都经常卖自己的东西嘛，我说我要不要去 design 一些什么鼠标或者是杯子呀，或者是衣服呀这种，但是我又觉得太麻烦了，投入好多，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所以就没有 do anything。 第二个，他说我浪费的是用系统思维做轻资产管理的才华。然后就是回到刚才说我的盲点，我的痛点是我把我自己缩在了一个比如说我自己剪辑，我觉得能更省钱更保值质量的一个伪高效的陷阱里。我用极致的个人勤奋掩盖了自己可以在 scaling 上的停滞 which is true。 然后第三个就是浪费了我从大厂精英到超级个体的灯塔效应。我的内容表达过于退缩和安全。他说我的核心才华就是36岁15年在硅谷顶级大厂工作，然后我存够了足够的钱和投资，然后我开着我的房车到处玩，但是我却没有把这一面展现给大家。如果我有的话，大家应该会非常 inspired。 对，他说我浪费的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巨大共鸣和硬核叙事，但是我的频道被我经营成一个温和的实用的知识日常分享。你们会想要看我开我的房车出去玩，然后说说我的感想吗？ Is that even interesting to you guys？ 关于这一点的痛点剖析，他说我明明可以做一个打破大厂神话，然后用精密财务还有硬核生活撕开社会时钟的先锋独立女性的人设这个观点去激荡人心，但是我提供的是方法论，所以浪费了自己最能打动人的世界观和生命张力的地方。你们怎么看关于这一点？如果是你们自己在问这个 system prompt， 你们也可以换一种问的方式，比如说你们可以问，基于你对我的了解，目前我的生活或者是职场选择中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最应该关注但是我完全忽略了的。 What I've noticed is， 如果你用一个 AI， 像我就是用 Gemini 用了很久，大概1年，然后我喂给他很多我的生活投资以前职场上的一些信息和想法，然后我再问他这些 system prompt， 他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让我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快捷体验。不过以上我们做的都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答和 receiving information 的这么一个循环，咱这个视频不会就停在这个 level， 我们要 go way deeper。 这个也是我最近在我那个 favorite author Mark Manson 那边学来的 system prompt， 就是让自己更了解自己。很多人在问 AI 的时候就是问一个问题它答一个，就像我刚刚 demonstrate 的那样，但这个没有发掘 AI 最大的功能。接下来我们要让 AI 反过来提问题给我们，让它给我做一个深度访谈。就像我们刚刚问 Gemini 我最大的盲点是什么， instead of that 可以把主动权交回给 Gemini， 我可以跟他说，现在请你扮演一个专业的个人发展顾问，请结合我过往的经历，向我提出10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和你的这场对话，能够清晰地找出我目前的生活，或者是在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最容易被我忽略的思维盲点。这样子一来 Gemini 不只是可以帮我找出刚刚说的那些盲点，他们还得自己去动脑筋，然后设计10个问题，来一步步帮我理清我的内心还有我的潜意识都给套出来。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刚认识我10分钟就让我回答我觉得你人生最大的机会在哪里，我估计也给不出什么特别 valuable 的答案。但是如果你先坐下来跟我聊几个小时，或者是有几个星期的 continuous interaction， 让我更知道你现在的生活、职场、财务状况和你的 personality， 那我就可以结合我的经验给你一个更深刻的反馈。所以咱们调教 AI 更有用，最主要的也是要给它提供高质量的背景信息。接下来
我从 Mark 那边学了一个 System Prompt， 它会分成5个 section， 角色、命令、指令、输出方式、语气。对于角色跟 AI 对话的时候，你给它一个身份，它的表现就会好很多。如果你直接问他我个性上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 barely 可以 pass 的 answer。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现在是一个丰富的心理学家，你对人性有个极其深度的洞察，基于这个身份，你认为我最大的情感软肋是什么？这样他的回答就会提高几个档次。第二就是目标 objective， 要明确的告诉 AI 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比如我们今天的测试，我是想让 AI 告诉我，我是真的想要 fire， 还是我只是想要逃避我的工作，并且我想让它帮我推出来我接下来应该人生怎么走的方向。所以我要把这个 goal 跟 AI 说清楚。第三是 instruction， 就具体指令，我会需要明确的要求它要从 first principle 去出发和推导，不要做任何主观的假设，只盯着最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要一针见血，不要手下留情。Section 4就是输出格式，他怎么回答，我不希望他长篇大论的像刚刚一样跟我说一大群，我希望他用3到5句话就对我的行为模式做出一个核心的总结，最后给我设计一个我今天就可以去 try 的一个 experiment， 这样子我就可以来验证他告诉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最后就是 tone of voice， 因为现在 AI 就是非常 nice to you， 你可以告诉他 be honest， 不要拍马屁。 OK， 所以咱们用这个新学的5 sections 重新问一遍。然后这次我要问的是 coach me to a goal， 帮我达成一个目标，比如说帮我达成财富自由。我们来 define 一下，这次 Gemini 它的 role 是一个 elite executive coach， 然后它的 objective 是 help me pick one current goal and leave this chat with a clear credible action plan I will actually follow。 Process 是问我10个问题，每次问一个 adapting to my answers， keep each question under 25 words, prioritize leverage, uncover constraints, sequence next action and secure commitment。Action plan 是给我一个 one sentence goal， 最好是 smart statement with deadline。 第一个问我的问题就是在接下来的4到12周之内，我最渴望实现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是现在？其实这个对我还挺难的，因为我的目标很多，所以我需要 really narrow down 最渴望实现的核心目标。我想要达到我的每个月的收入 from 自媒体可以超过$2000一个月。对，就用这个吧，写一下，看看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哎，他还挺好玩的。他说听懂了，目标是让每个月收入超过2000。那请问你现在收入是多少？主要的变现渠道是什么？来，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400到500一个月，所以目标还有1500块钱的 gap。要实现这个增长，我需要增加播放量，开发新的变现渠道。还是开会员。我想要更多会员，因为会员应该是就是真的对我的频道说的东西有兴趣，就会员和我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比如说咱们可以开个小群，经常聊天，或者是每周开个直播 which I kind of started to do。 他每次回答就是听懂了，播放量难以控制，重点想要发展会员。为了在12周内拿到1500块钱，你目前已经上线的会员福利有哪些？ OK， 第一档是先看我的视频，另外一个是财富自由专属直播，还有我的投资公开。他说我现在收入每个月是177税前。That is not true， 因为我的收入是116，但是也差不多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因为每个 membership YouTube 是抽成的。目前最大的瓶颈是现有会员的转化率太低，还是新流量不够？都有吧。哪个让我更兴奋？应该是吸引新的流量会让我更兴奋吧。要爆款吸引新流量，我过去哪个视频最成功？对它有什么可以复制的地方？我最成功的视频是采访我的好朋友，He got laid off from Tesla， 然后他就住在他的 Tesla，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就是离开职场，然后到处旅行的一个很多人的梦想的这一点。但是这个很难复制，因为它是一个 rare case， 很少有人可以找到可以这样。还有其他的就是我搬去亚洲的旅居要花多少钱的那些视频倒是挺火的，我可以用那个我自己可以做，不需要非要再去采访一个谁。我研究过台北、东京、马来，反响都不错。他肯定是想让我继续做这类的。然后他说 OK， 他 recognize 这个是我的流量密码，但是 what's stopping me？ 我人不能整天去亚洲旅行，我得在硅谷待着，因为我的家人和很老的狗狗还在这里，所以我不能去旅居。
这个问题他应该是没有想到这么难解决的问题。然后他问我可不可以把我在硅谷的精细生活啊、资产管理啊，还有亚洲出逃深度的研究结合起来，比如说住在硅谷的办公室或者车里，利用我的精算能力帮大家进行深度拆解云退路。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就很多地方我也没有真的去，我就是在这样做，我有这样做，但是地点就那么多，没有更多让我很想拆解的亚洲地点了。到了第10个问题，他说为了不离开我硅谷的家和狗狗，然后同时我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想要去拆解了，你是否愿意在接下来的12周内将选题从单纯的亚洲地点拆解升级为硅谷大厂精英出逃亚洲的硬核实操资产生活指南？唉，看样子为了流量只能做这类的了，有点愿意，还行吧，不是非常想做。 OK， 他给我的 action plan， 在12周内如果我想要突破2000块钱，他给了我好多 information 啊。他说我的知识盲点是我忽略了我现在的粉丝有很惊人的变现潜力，然后我的 bottleneck 是我没办法一直去亚洲旅行，所以他建议我一周有2次，周二2个小时，周四2个小时，深度思考计划设置，我们给高阶会员分享更硬核的资产搞钱生活规划干货主题。然后呢，周四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录制或者是互动。然后他让我设计下一个会员的阶级，就是更贵的第3个会员的 layer。他说本周内不要写脚本，坐在你的电脑前重新设计。如果你的 YouTube 会员有第3档49.99块一个月，明确写下如果有一个人一个月愿意付这么多钱，你愿意为他们提供你什么原本就在做的，顺便的又可以高价值输出的，比如说每个月1次你的投资组合调仓或者真实复盘直播。Would anyone want to pay that much for that？ 你们会有兴趣吗？这个10 question 的 framework， 我跟他讨论了这么多我的心理纠结，还有我的 constraint， 他给出了这个在这么多 constraint 给出了 action plan， 其实也是有 logic 可言的。我应该不会真的去再设计一个更贵的会员，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就是我怎么能让我现在的付费会员能够拿到更多的 value， 或者是怎么能让更多的小伙伴想要跟我进行1对1的交流，那个是1个小时100块钱。对，除了会员这块，就是想怎么 produce 更多 valuable 的视频给你们。其实我觉得跟 AI 对话下来，它有一个盲点，就是它没有 account for 我的 sincerity， 就是我出视频不只是为了流量，也是为了它能不能给我和你们带来价值。这也可能是阻止我的频道爆火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是从一个功利的角度出发，我是从一个遵从内心，遵从我自己的内心，还要 deliver 价值给你们的角度出发的。OK， 咱这个视频可能很长了，我们做个 wrap。通过今天这个 exercise， 我觉得重点就是咱们用 AI 就不要vomit一大群自己的乱七八糟的情绪和没有重点的 information 给他。我觉得这个 10-step sequence 还挺好的，然后是我从 Mark Manson 那边抄来的，我也可以把他的整个这个 guide 链接就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咱今天聊的也是跟平时投资很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聊下来，我还是 learn something about myself。有很多 Gemini point out 我的盲点是我自己猜我有的盲点，但是我并没有很清楚的知道。通过他告诉我，我觉得我更 clear 的知道这些是我的盲点，我具体会做出什么改变，大家就拭目以待吧。OK， 别忘了1键3连哦，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